They call me a hero because I saved my nation from falling apart. 大家好，我是小雨，今天我们来看泡菜神将李舜臣。其实2年前我们已经有介绍过一次李舜臣，基本的操作没什么变化，就是大招现在是召唤龟船，没办法全地图尾刀了。作战能力因为不再需要回家坐船而提高到超标。大招射龟船下箭雨太容易秒杀脆皮，导致一技能的免控时间现在被砍到剩下之前的不到一半。那么如果你原本就会玩李舜臣的，下面的技能介绍就可以快转跳过了。但我这边还是重新再整理一次给大家。李舜臣的被动，靠近用刀砍，有距离拿弓射。我们开场出来后打第一下普攻之后，下方的小图示就会有把刀或是弓，是刀就是近战的时候可以触发被动的暴击跟增加移动速度和攻击速度，是弓的话则是远攻。李舜臣血条的下方在有目标的时候，会显示出当下按普攻是会挥刀还是射箭，左边是挥刀，右边是射箭，但原则上没时间去看，距离抓好记好玩熟悉了，也不太需要用到这个功能了。比较重要的是这个看起来像一把弓也像缺一角的刀的小图示，这代表我们下一次的普攻无论是远攻还是近战都可以触发被动，用完2技能跟大招的射龟船可以直接获得2成，都可以让我们不用走位就直接打出被动维持者，这个非常重要，因为没维持住的话就不会增加攻击速度，下一个普攻就会卡住，打不出来也射不出来，很惨。还有就是我们的被动第一下比较痛，第2下比较痒，所以打野怪的时候原则上都是远近各一下这样轮流打，走位没办法做到才打第2下被动，刷野会比较快。一技能指定方向位移，并在位移期间免疫控制，普攻每次打出被动效果还会回一技能的 CD， 升级一技能也可以减少一技能的 CD 时间。另外一技能也是拿来走位维持被动的手段，主点一技能加上打被动，一技能 CD 超短，刷野超级快。这边推荐一技能刷野时这样用，靠近野怪时使用，拉开距离，顺便给上伤害，刚好远攻再打被动回一技能 CD， 再走回去近战挥刀，一直打出被动，位移更是让我们更快前往下一只野怪开刷。这是我目前在打野怪上夹杂一技能使用起来最顺手的方式，一定要会，否则打领主会没办法触发无尽对决的被动回血，会打不赢领主，所以打乌龟领主一定要拉出来一点点才好接得顺畅。2技能点一下就是近战砍一刀，按住不放则是指定方向射一箭，集气的时候会稍微走比较慢一点点，击到变成红条，伤害比较高。但其实重点在于无论使用哪种方式，我们放完2技能都可以获得2次的被动，无论远近。走位失误被动接不好就是2技能来补，没事也可以随便用用。2技能拉弓射不到敌人不用取消，随便射也好，因为取消也不会返回 CD，射出去可以获得2次无论远近的被动，而且没有时间限制，会一直存在到自己用掉为止。大招第一段召唤出龟船乘坐，增加自身移动速度，还会点亮全地图一下子。第2段指定范围把龟船丢出去，在指示器中间的敌人才会给上晕眩跟伤害，然后在这个指示器的大圈范围内下箭雨，再给上伤害。最重要的是龟船丢出去之后，也和2技能一样，可以获得无论远近都可以触发的被动。所以现在非常流行一技能靠近敌人，直接大招接强化普攻秒杀脆皮，秒不掉。还有2技能可以再刷出2下无论远近的被动，打出来又有加移动速度，甚至一技能又 CD 好了，追人能力非常恐怖。这边连技中间的2技能不一定要射出去，不然集气集太久了，这样挥一下主要打出被动也行，机动性会非常好。再来选角跟出装，我建议多 ban 一些热门坦克，因为李舜臣秒脆皮比较容易，对面太硬会不好打。还有我们前期需要发育，4级前被入侵会非常不舒服，所以我 ban 了希尔达。然后对面控制多也不好打，不要以为李舜臣一技能可以免疫控制，可以闪招，没这回事，因为根本来不及，有闪掉当成运气好，没闪掉也是正常。出装推荐这边第一排迅速叠上30%减 CD， 狩猎之级增
加移动速度更好走位。无尽对决让我们在一技能之后的那一下更痛，回血加强续航能力。百战神斧看你们自己想不想出，我是觉得没必要性。无尽对决的被动用好就不缺回血量了，所以第一排出装虽然少了魔防鞋的减少控制时间效果，但成型快，而且还多一格装备栏可以拿来应对各种情况，或是后期满装之后的各种换装。百战神斧虽然综合能力不错，但就是拿来凑减 CD 的，所以就是看你们自己想不想出坚韧鞋来决定要用第一排还是第二排的出装。灰记的话直接照抄，没有其他选择，尤其杀戮盛宴对于时常要冲锋陷阵的李舜臣来说太好用了。再来我们就来看实战了，这场是我单排的排位赛。顺便讲一下猎杀鞋，如果对面都跑太快的话，推荐冰刺猎杀，尤其是对面的输出，这场是格兰杰，我觉得他跑太快了，不然一般情况的话，我们用延吉猎杀，秒脆皮更舒服。那这边我会建议开蓝的话，我们开场点2技能；开红的话，我们点1技能，这样刷野会比较快。因为蓝 buff 非常好拉，红 buff 比较不好拉。不好拉的野怪就需要用1技能去瞧位置。有没有看到这个蓝 buff 就是笨笨的，非常好拉。远近各打一下会比各打2下更快，因为第2下的暴击伤害比较低。那这边我打算抢河道花，所以我队友在打架，我就过来帮忙一下，象征性的射一下。趁河道花还没出生的时间，河道花生了就马上回来，顺便1技能过去把武则天的被动浪费掉。我们1技能在使用途中是免控的，不会被武则天击退。这边注意到艾克斯把猎杀交给河道花，那他的石头人还没打，我们过来把石头人给抢了。因为石头人的经验是比河道花多非常多的，猎杀完直接离开，千万不要恋战。虽然他的红还没打，但是我们已经猎杀交掉了，没办法抢了。这时候我们就乖乖回家刷野。前期刷野1技能不用省，因为我们把被动打出来就可以让1技能回 CD。那这边大家可以看到我刷野怪不是很流畅，这个你们想要练李舜臣的一定必须好好练习。我老实说，我不是很喜欢玩李舜臣，因为太累了，所以拍完这部李舜臣教学原则上没有被魔改，应该是不会再碰了。有没有看到我前面说红 buff 不太好拉，就是像这样，有时候觉得普攻可以打出去，但却没有打出去，打不出来也射不出来，就是这种情况。那这边我发现我的队友们已经在乱打架了，而且我看小地图格兰杰已经没血了，我这边尝试看看能不能把它给收了。大招加速过来，1技能拉近距离丢龟船晕格兰杰，可惜他警戒心非常强，并没有晕到他。不过顺带一提，我们的2技能跟大招的攻击是没有办法探草的，只有大招刚开的时候会点亮全地图，当然也会看到草里面的敌人。那刚才撤退的时候，我打泰格瑞尔就是要回1技能的 CD， 所以有时候打不到敌人，也可以按补刀键打野怪或小兵，就此让我们1技能回得更快。现在等级还不够高，1技能还没有点上去，跟 CD 装还没有出好之前，1技能没有办法连续使用，所以想办法打被动非常重要。有没有这边我的1技能就因为把被动都打出来就回好了，远距离射2下再靠近砍2下，如果没办法靠近，一样用2技能刷出被动，这样至少可以回4秒的1技能 CD 时间。然后这只野怪是远攻的，所以也挺好打的，距离非常好抓。但这边下路打起来了，1技能搭配箭头风快速赶路。这边走过来遇到武则天，我看到他身上有被动，其实我当下应该用1技能去撞他的才对，因为1技能有免控，可以直接把他被动浪费掉。不过当时我是选择直接走过去，但并没有触发武则天的被动，利用大招跟2技能之后，确保有强化普攻把武则天收掉。这边一样被动没了，拉个2技能，确保后面有2下强化普攻，也可以顺便射射看敌人，拉到红条射人是非常痛的。1技能靠近打出被动有加速，好追人，真追不上再教冰刺猎杀。只不过刚才那个格兰杰被冰刺猎杀的伤害给收了，害我没有展现出带冰刺猎杀脑追的能力。
那现在这边就是刷野了，因为刷野非常重要，所以我这边就不加速也不跳过，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李舜臣要怎么刷野比较快，就是这样射一下砍一下，中间还可以加个2技能。那这边我觉得有点奇怪，我远距离的拉弓没有射出去，导致我卡弹了，没射出来又没有1、2技能的情况下，就只好慢慢用走的拉开距离了。然后这边打蓝 buff 的时候也很奇怪，我的远距离射有一下往空气去射了，我实在不是很明白，导致我又卡弹了。可以克服这种情况的话，你的李舜臣就会更强。那现在乌龟要出生了，这边经过中路，我们直接帮法师清兵。前期队友在旁边，我们不会跟他分享经验跟钱，这样才可以让法师来打团，也让对面中路因为打乌龟团战而浪费中路小兵。这边我先顾乌龟，所以没有进去打团战，又因为我前面放了个2技能，所以我现在有2次无论远近都可以打出被动的普攻，就可以1技能过来把艾克斯给收了。如果2下强化普攻收不掉，可以再补一下2技能，就可以再打上2下强化普攻。通常那样还收不掉的话，1技能也回好了，就可以选择要脑冲还是要逃跑。在情况允许之下，我们打任何敌方单位都要维持着被动，这样砍的才会快，包括防御塔。当然在拆塔的时候，敌方有人在守，那我们就不一定要维持着了，不然会很危险。尤其是1技能进场，要是进不好，很有可能自己就蒸发掉了。所以我们在打架的时候，大招下去之后，先2下强化普攻，不一定要1技能进场，可以先拉一下2技能的弓射一下，然后再2下强化普攻。刚才那样是比较安全的团战方式。那现在比起前期，我们已经有出狩猎之极了，所以我们刷野的流畅度会顺非常多。这边队友撤退了，但是我在刷这只野怪，那我看到凡克莎娜在回城，我不想让他打断，就是因为有触发了狩猎之极，所以我的移动速度增加非常多，走位的速度让我刷野非常快速，也成功挡下野怪，让他没有去打凡克莎娜。而且狩猎之极的10%减 CD 加上 CD 鞋，我们现在只需要打出3到4下的强化普攻被动，就可以让我们的1技能再次使用，刷野速度就更快了。前面打红 buff 很难受的感觉就消失了，就是因为触发了狩猎之极增加移动速度的被动，所以出装请务必第一件出。这边看到团战已经打起来了，而且凡克莎娜位置在中间呢，我们直接大招开了赶路过去，可惜我大招丢歪了，2个都没有晕到。不过没有关系，我丢出飞船可以获得2次强化普攻，射完1技能跟上，先砍一下近战普攻，再接2技能，再继续打强化普攻，敌人逃跑距离拉开，自然就会变成远攻，被动暴击就可以很自然又舒服的射出来。可惜刚才最后我要1技能过去砍艾克斯，被武则天的大招给控到了。刚才那一下我确实是有点1技能的，所以我才说1技能有闪掉算运气好，没闪掉也是非常正常的。然后有没有看到这只乌龟？我有稍微拉出来一点点，这样我们技能才可以接得顺畅。哎呀，我这边不知道为什么看错了，我以为我们蓝 buff 已经升了呢，这边打了个空气。那现在回到线上，我发现我们沙夏被追，我大招开了跟上加速过去帮忙，可惜还是稍微慢了点，没事，我们帮忙尾刀，再发个抱歉安慰一下队友的情绪，这样的话沙夏也可以拿到助攻的。那现在我们的无尽对决终于出来了，这样的话我们减 CD 就有 30% 了，加上蓝 buff 就有 40% 满的减 CD 了，再加上我推荐大家主点1技能，待会我们吃完蓝 buff， 我们的1技能就只需要砍3下强化普攻的被动就可以回好了。也就是说出完无尽对决就代表泡菜已经发酵完毕，我们1技能一出去只需要打2下被动，再接个2技能，再随便打一下普攻就可以再用1技能了。但我这边蓝打完看到队友有点危险，所以我决定大招开了跟上队友，我尝试看看我大招有没有办法晕到人秒个人。哇，结果天杀的智能施法怎么秒艾克斯啊？那刚才非常危险，有没有看到我就是打了3下的强化普攻？哇哇哇哇，泰哥竟然交闪啊！哎呀，当下我是有骂了脏话，不然我是已经走掉了的说，就是打了2下强化普攻接2技能，第3下打出来我的1技能就回好了，就可以顺利的撤退了。只是刚才就是被武则天大招给晕了，而且泰哥还教瞬移来搞我。
好吧，泡菜发酵好，不是大发神威，而是被吃了。好，那这边没有领主，所以我们死掉也没关系，一样照旧。这段没有什么重点，我们快转带过，直接快转到领主团战这边。这边画面拉过去，看到我的队友们已经开打了，所以我大招点亮小地图，沙夏也因此保住了他的后门，没有被泰格走后。我们自己也可以增加移动速度前往战场。哇，我的大招又空了，这个大招要放得快的话，还是有点难度的。刚才原本我是怕格兰杰走到草里面会消失视野，所以我大招是手动指定区域释放，只是最后不知道为什么滑了一下就是了。那最后那边收格兰杰，像我刚才那样射也行，或者是我们可以远距离射一下强化普攻，然后再一技能靠近他砍。那这边看到泰格，我心里有阴影，所以我一看到他就直接一技能离开了。那这边我们打赢了领主团战，我们没事就刷刷野，因为装备还没满嘛。有没有发现我们的路线都差不多？所以只要熟练了，我们刷野就会越来越快了。我记得我在直播中的时候，好多人说我李舜臣怎么那么丝滑，不过其实只要你是李舜臣的玩家，就会觉得我很卡了。那这边原本我想一技能过强，快速参加团战，不过不小心卡墙了。哇，这样绕一圈来回就差了3-4秒的时间呐，对于团战的影响非常大，所以刷野刷得越顺，团战就可以越早到。哇，这边我2技能下去，格兰杰交闪了。我1、2技能也还在 CD， 先拉开距离回一下。那这边格兰杰还在追，当时我是拉了2技能的攻，不过我后来想想，应该格兰杰追上来，我们直接1技能上去，打出强化普攻之后接2技能再打，这样或许我们就打得赢格兰杰了。那刚才那种方式是打近战的，而且其实我原本身上就有强化普攻的被动了，所以一开始就不该拉2技能才对。不过这边其实错不在我啊，错在我的队友们在领主攻过去的时候，没有等我们都到齐再来打团战，而是选择去少打多了，导致我后面进场已经打不赢了。但是话又说回来，这场我们是单排的，我们没有办法要求我的队友们，所以也只能去配合我的队友，去检讨路人是没有任何意义的，所以也只能检讨自己。如果前面刷下面那只小野怪我一技能没有卡墙的话，或许刚才的团战就完全不一样了。回到战场，我们的麦西塔尔又想当战神，想要1打多。我这边看他非常危险，所以我们就直接开大招帮他点亮小地图。结果发现格兰杰在这边偷打蓝，一技能靠近他龟船丢出去，我大招终于没有射歪了。刚才有没有看到我们的大招是没办法点亮草丛的？还有刚才那边就是经典的一技能过去大招3下强化普攻就可以再次一技能，这是我学乖了，直接冲格兰杰的脸。那这边我趁队友在打架，把对面中路高地给拆了，再过来支援团战。不过我发现我的队友们怎么打赢了？那这边发财了，要结束了，对面已经死4个，然后艾克斯被我的队友们拖住，一样打任何目标，包括主堡，我们都要维持着我们的强化普攻，攻击速度才会快，伤害才会高。这边格兰杰复活只有1个人，但是他是打我，不是射小兵，那他就再见了。虽然就算他是射小兵，我觉得他也挡不住就是了。好，李舜臣差不多就是这样，很累，左手很忙，还很烧脑，整场都要很专心的注意自己的被动。我发誓没被改掉之前，我再也不玩了，累死我了，真的。喜欢虐待自己，反应速度也够快的玩家可以多尝试。虽然我这场打得不怎么样，不过该展示的东西都有展示出来了，而且刷野的流畅度也比2年前的那不好。那么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了，感谢大家收看，我是小雨，我们下期再见啦。